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易。Windows 这么多破解版，可为什么微软还没有把这些漏洞堵上呢？是技术做不到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是微软有意为之？其实你使用它的系统给它带来的收益，比单纯卖给你一个系统更赚钱。比如，它会无时无刻的观察你，收集你的信息，随时随地的共享给与它合作的第三方公司。从你输入了哪些文字，说了哪些话，到最近在搜索什么内容，浏览哪些网站，是不是喜欢玩游戏，喜欢玩哪款游戏等等等等。这些操作不仅出卖了我们的隐私，更要命的是，它在持续不断的消耗我们宝贵的硬件性能。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电脑变慢了，玩游戏变卡了，我们花钱买的 CPU， 买的内存，就这样被这些后台任务一点点偷走了。而微软管这叫做优化用户体验，这你能忍吗？反正我不能，所以今天小英必须把这款反监控神器分享给你。它就是来自德国的老牌软件公司 O&O 出品的 ShutUp 10++。最关键的是，它完全免费，无需安装，而且超级好用。它会把 Windows 中所有与数据收集和侵犯隐私相关的功能都变成一个个简单的开关，你可以很直观的选择想要保护哪些隐私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安装和使用它，把性能和隐私的主动权从微软手里彻底夺回来。首先进入 ShutUp 10++的官网，点击右边的下载按钮。这个软件本身只有2兆，非常小巧，不需要安装，直接点击鼠标右键，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即可，是不是超级方便？这里列出的就是所有关于我们电脑隐私的功能，有这么多。在开始关闭之前，我们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创建系统还原点。这相当于给你的系统拍了个快照，优化之后发现哪个软件不能用了，或者系统哪里不对劲，我们可以轻松的恢复到修改之前的状态。第一次点击任何一个开关时，它都会提醒你，如果没有提醒也没关系，点击顶部菜单当中的快捷操作，点击创建系统还原点，也会弹出操作提示框，点击试，只要几秒钟就能创建成功。在搜索框输入创建还原点，回车，点击系统还原，然后点击下一页，这个就是你刚刚创建的系统还原点。如果你想要把系统还原到这个时间点的样子，直接点击这个还原点，然后点击下一页，点击完成，点击试，大概10分钟左右就能还原成功。创建了系统还原点后，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尝试关闭这些选项啦。这里要注意，这个开关是绿色状态才是隐私受到保护的状态，而红色则是没有开启保护的状态，千万不要搞反了哦。把鼠标移动到这些选项所在行，后面会出现一个小问号，点击它就会告诉你这个选项具体是什么，起什么作用。比如这个禁用当前用户的剪切版历史记录的存储，就是我们平时按 Ctrl+C， 它不是只保存你最新复制的内容，而是把你之前复制过的所有信息都会保存下来。按住快捷键 Win+V 就能看到我们之前复制过的内容。这个为什么要禁用呢？我们平时是不是经常会复制一些用户名或密码？尤其像我这种恨不得把键盘上的符号都输个遍的选手，我在登录网站时就一定会用到复制粘贴，这其实非常危险。一旦我的电脑受到攻击，他们很容易就能在我的历史剪贴板里找到我习惯使用的密码，而我们大部分人平时基本都不会到剪贴板里去复制内容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，反正我没有这个习惯。像这种，我就会点击这个开关把它禁用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每一项后面都会有一个指示灯，不同颜色的指示灯代表对操作系统造成干扰的程度。绿色旁边写着是，表示不会有任何影响，你可以大胆放心的关闭它。黄色旁边写着受限制，表示关闭后可能会影响一些非核心功能，比
比如这个禁用应用通知，如果关闭后，右下角就不会弹出各种广告和消息提示框，但也会把你的 QQ 消息弹窗和邮件提醒也一起屏蔽掉。这就需要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要不要关。红色旁边写着否，表示不建议修改，这些通常是和系统核心功能或者安全更新相关的。如果你不是特别了解，建议这些红色的选项就不要动了，避免系统出问题。比如这个禁用 Windows 应用商店应用程序发送 URL， 但它在红色，也就是隐私没有受到保护的状态下，你浏览任何网页，微软都会将你的行为进行收集并分析，从而导致你的行为数据被泄露。但如果你一旦打开它，微软就无法监测到你的行为，万一你不小心访问了一个恶意网址，系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发出警告或进行拦截，风险需要你自己承担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总结一下就是：绿色大胆关，黄色看着办，红色不要碰，是不是一下就清晰啦？不过这里的选项非常多，如果你懒得一条条操作，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快捷操作，选择应用所有推荐设置，就会一键开启所有绿色指示项，这是最省心也是最安全的选择。点击这个黄色对应的应用所有建议和部分推荐设置，会一键把所有绿色和黄色指示项一起开启。点击红色，这个就有点暴力了，它会把包括红色在内的所有开关都打开。如果你发现打开后有些功能受到影响，比如开会时摄像头和麦克风都不能使用了，但是你又不能很快定位到是哪项设置导致的。点击撤销，可以一键快速关闭所有选项，或者直接像视频开头演示的那样回到系统还原点。所有项都设置好后，建议大家再点击菜单，把配置文件保存到本地。Windows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示你更新升级，更新后有些隐私设置又会被重置为默认值。我们需要在每次更新后重新点击左上角菜单，点击导入设置中，把这个配置文件重新导入进来，它就会恢复到我们之前的设置状态。或者你希望在另一台电脑上也进行同样的设置，只要把这个配置文件拷贝到新的电脑，然后导入到 Shut-up10++，就设置成功啦。最后，我重点推荐几个建议关闭的隐私设置，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或者需求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设置。在设置之前，我们先看这里有两个分类，一个是当前用户，一个是本地计算机。当前用户，也就是只有你当前使用的这个账号登录后才会启用这些设置。本地计算机指的是整台电脑，不管谁的账号登录都会启用这些设置，它们包含的设置项是不一样的。当前用户更多的是设置一些与个人体验相关的选项，比如输入法习惯、活动时间线、开始菜单的广告，这些是在用户登录后才会启动的选项。而在本地计算机中，更多的是系统级选项，比如 Windows 更新、防火墙、系统服务，以及我们最关心的那些在后台偷偷吃性能的遥测服务等等，这些都是在用户还没开始登录就需要启动的选项，所以都放到本地计算机设置中。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，有些设置，比如禁止 APP 访问摄像头，你会发现在两边都有。如果我设置的不一样，系统到底该听谁的？记住一个关键原则，本地计算机的权限永远高于当前用户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本地计算机里，你设置了禁止所有用户访问摄像头，那就等于给整个系统下达了最高指令。这时候，就算你在当前用户里允许某个 APP 使用摄像头，也是完全无效的，因为系统级的闸门已经被关上了。我们从本地计算机开始设置。隐私这块，禁用发送笔记数据必须关闭，这是微软用来收集你的笔记信息，号称是用来改进识别功能的。对于大多数只用键鼠的用户来说，这功能纯属多余，即使你用手写版，不上传这类数据也完全不影响使用。第二条和上一条类似，专门收集你手写识别错误的样本必上传，关闭。禁用信息收集器，
它会一直在后台运行，专门负责打包你的各类数据，这个必须关闭。禁用并重置整个计算机的广告 ID， 这个也必须关闭。它会跨应用追踪你，实现精准广告推送。比如我在浏览器里搜索了一下504显卡，看了几篇硬件网站的评测文章，浏览器就会啪在我身上印下几个标签，很快啊！硬件发烧友，关注504显卡，然后把我同步给其他各大合作商，禁止将文本消息备份到云端。如果你经常在电脑上收发短信、邮件，关闭这个，避免把你的消息传送到微软云端。再来看看活动历史记录和剪切板，禁用用户活动的记录，它会一直在后台记录你的所有操作，打开过的文件、访问过的网页，形成一个时间线记录下来。这是隐私泄露和性能占用的一个大户，建议关闭。第二点和上面联动，把记录下来的内容保存到本地硬盘，这个也同样关闭。禁用向 Microsoft 提交用户活动，这个必须关闭，它会把你每天干了啥都一五一十的告诉微软。禁用整个计算机的剪切板历史记录的存储，这个原因我们之前讲过了，关闭。应用隐私下面这一大串逻辑都是一样的，属于一刀切。比如你在这里禁用摄像头，那你这台电脑上的所有应用，像微信、OBS、会议软件等等，都将无法使用摄像头功能。我的建议是谨慎选择，最好不要动它。再看安全这块，禁用用户操作记录器，这是 Windows 自带的一个操作记录器，能录下你所有的屏幕点击、截图、键盘输入等等，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，建议关闭。禁用遥测和错误报告，它会收集你电脑安装的程序，并且同步给微软，关闭。最后这个指的是，当你在播放 DRM 版权保护的媒体文件时，它会私自联网进行验证。现在很少有这种古老的加密文件了，建议关掉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网络连接。关于埃及浏览器这里，禁用网络跟踪，建议关闭，阻止网络追踪你的浏览行为。禁用个性化广告、搜索、新闻和其他服务，这个必须关，阻止埃及浏览器收集你的浏览和搜索历史，用来给你推送量身定制的广告和新闻。禁用来自本地提供商的建议，关闭后可以阻止埃及根据你的位置推荐附近的商家或服务。微软边缘的禁用购物助理，这个会一直在后台监测你的购物行为，关。禁用增强的拼写检查，这个功能可能会将你输入的内容发送到微软服务器进行分析，我们用普通的本地拼写检查就够用了，建议关闭。旧版埃及浏览器这里面的选项和新版大同小异，如果你已经升级了新版埃及，这里的设置影响不大，不放心的话，跟着上面新版的逻辑，把该关的都关掉就行。Cortana 现在已经被 Copilot 取代，在后台纯属耗电，这里的所有选项建议全部放心大胆的关掉。Windows 人工智能，它会截图记录你电脑的所有操作，如果你平时用不上 Copilot， 建议关闭，可以节省大量系统资源。定位服务这里的逻辑和应用隐私类似，一旦关闭，其他应用可能会受到影响，所以需要谨慎选择。应用行为这里，第一条，阻止第三方应用向微软发送软件使用数据；第二条，禁止微软通过你的软件使用数据来给你推送广告和资讯。禁用诊断日志收集，这个功能也必须关闭，它会在后台不停地写日志，不仅会偷偷占用你的硬盘读写性能，更关键的是，它记录的太详细了，比如你的用户名、正在运行的程序、你用到的文件都是哪些等等等等，毫无隐私可言。而且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，这个功能平时也完全用不到。这个功能可以不需要你同意，也不需要你更新系统，就能直接修改你电脑里的设置，这个必须关闭。禁用 Windows Update 使用点对点网络，允许你的电脑从网络上的其他用户电脑上下载更新，同时也用你的宽带去给别人上传更新，建议关闭，没必要占用自己的上传宽带去给别人当服务器。下面这个是阻止语音识别相关的组件更新，如果你不用语音助手，这个更新就没有意义，可以关闭。后面这些基本就不建议去动它了。
好啦，这些就是本地计算机的一些配置建议，当前用户也类似于这样去设置就行。但是由于篇幅原因，我这里就不一一演示了。不过我会把我的设置建议导出成配置文件，在视频下方的简介区分享给大家以供使用。不过千万要记得哦，导入配置文件前一定要记得创建还原点，创建还原点，创建还原点，这样的事情说3遍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关注我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